我是小坤，我是一名健美运动员。我在去年的天津市健美比赛中，我拿了天津市60公斤级亚军的成绩。我跟尔坤认识大概有2年吧，正式在一起呢有1年多。但是由于最近工作和训练的原因，我陪他的时间就更加少了。再加上我平时在外面从事健身教练的工作，身边一些追求很完美的女生，然后会比较多，然后相对来说对我的诱惑比较大。加上我平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就比较亲密的接触吧，然后常常总是觉得我在忽视他，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定感。经常就是约好了什么事情，突然告诉我我有什么什么训练我不能到，好吧，那经常就是这样，我1次2次可以忍，可是我也是个女人呀，我也想要有人陪。我不知道将来他的生活中会不会还有我，他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你的肌肉魅力让我实在没有安全感。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阿坤，22岁，来自浙江，学生兼健美教练，学历本科。女主人公灿灿，23岁，来自山西，她现在是在读的研究生。展示一下吧，兄弟。主持人，您觉得他刺眼吗？你想成为这样的吗？说真话吗？真话。我想。为什么呀？我觉得帅呀。他是去年的健美比赛第2名。他很优秀。很多人都说他好，但是很多东西变了。我们先把衣服给他穿上行吗？你别凉着啊。其实健身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会让自己自信。您说的对。对，我也健身。能反映他的意志，确实是。是的，而且也是我看到了他身上这些优秀的部分。对啊。所以就是一开始我就想找一个就像大力水手一样勇敢，然后拯救自己的女人。可是很多东西，我当了他女朋友以后，我才知道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哎，我问你啊，你简历上面说的是研究生是吧？对。什么专业？运动人体科学。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你们俩真是绝配。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也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才走在一起。那现在怎么了呢？有什么没安全感的呢？他就觉得我身边的女性会员很多然后他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其实那只是我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你觉得能一样吗？我上次去健身房找你，你说你当着我的面都跟人那样。那也仅仅只是我的工作，我应该给他们知道。工作就。他当着你的面哪样？跟女会员肢体接触。肢体接触只是出于工作上的指导而已。你跟人的笑容，你都没跟我那么笑过。那就只是职业上的笑容，好不好？我必须得拉拢住我的会员，因为他们决定我的收入。你的会员很重要，我不重要。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支持他工作，不支持他的事业。那些都只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就特别希望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个人时间匀一下，给自己一个规划。因为我一开始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嘛，我需要奠定很多的会员基础。你现在就让我今天挑这个会员，明天挑那个会员，我还有会员吗？哎，我问问你啊，我听他们说你的女会员都特喜欢你是吗？还好吧。好吗？有的女会员没事就找他，就说坤哥遇点什么问题啦。这些只是一些额外的一些辅导那你是私人教练，你又不是他爸，你是我男朋友。吃醋了。我有时候一跟你闹，我特希望你重视我，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想闹，我累了，你都给不了我一个承诺。我给你的一些行动上的行为，你就没觉得那就是承诺吗？我这么拼命的工作，从早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随叫随到的服务。那是别人对你随叫随到，可不是我对你随叫随到。这不是为了以后的经济基础吗？你有没有想过，你钱挣够了，可能我也不在了呢？哎，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了？1年多。怎么认识的呀？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在健身房，因为我不是学体育的，所以就动作不太标准，他就过来帮忙指导了一下，一来二去的就慢慢成了朋友。今天带了你几个学生来是吧？对，带了几个学生过来让他们
帮我讲一下，就是说让他的解释一下。有必要吗？你总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对吧？你不能这样一直误会着我。我们把教练的学生给请上来，来，有请。嘿嘿，都是教练的学生，是，喜欢教练吗？非常喜欢。哎呀，我们的教练呢，就是平时带我们都非常的热情、真挚。然后呢，他不管有一个性感的外表，还有一颗炙热的心。平时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饮食方面呢，我也向我们的教练去提问。你有男朋友吗？还没。主持人，你也是一男人，你觉得你受得了吗？但是我们的教练跟我们真的只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真的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她漂亮还是他漂亮？你说。从大家的审美观来说，肯定是她漂亮。但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女朋友比她漂亮。主持人又没问我们，问的是你。我们只是从心里去敬佩教练，而绝对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你们知道教练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吗？还是研究生？听说过。谁给说的呀？在我们就是教练帮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有聊天，有训练之余谈感情。好教哪练。有啊？我呢，属于就只是想让他寻求那个专业上知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他女朋友怎么想。我觉得我们问的也挺专业的呀，因为都是想把自己的身材保持好嘛。好，你来问一下，你们平常上课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情景？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平时都给他做一些指导，比如说他练二头肌的话，我给他做的时候，我会叫他控制这个肌肉，慢起慢放。但是这就哑铃吧，对，然后你看慢慢起，对，慢慢放，慢一点，对。看你女朋友的眼神，哎，天哪，能杀了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见更亲密的，健身房里头他总会有一些放松什么的。那些仅仅只是工作，好不好？工作，你的工作是给人锻炼，你还要给人家放松按摩呀。别吵，我问几个具体的问题吧。都很喜欢教练是吧？如果你们教练现在没有女朋友，就是一个单身的状况的话，有人会追他吗？有人会追他，请举手。我在这儿，他们不敢举。怎么办呢？我特害怕 ，hold 不住。我们之间缺乏的是一种沟通和交流，你明白吗？你的工作你需要跟会员接触，我没有说不支持你，我没有说上去冲上去，怎么样吧？但是我就特别希望咱能不能别把工作的事带到咱俩相处的时间。你训他的时候真没办法，因为我特别希望你能把这种我得笼络住我的会员，我才能有我打断一句行吗？你们要吵的话，好歹让你说的这些上帝会员休息会儿行吗？你不能让人陪你陪战呗？那你给送一下。大家，谢谢大家。不沟通问题吗？你要怎么跟人沟通？说呗。你自从当了健身教练以后，我觉得你变了。我哪变了？你每次总说挣钱挣钱挣钱，这难道有错吗？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都别吵啊！我问你们答行吗？灿灿，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家，这个家在哪儿？能不能在天津？好，我们将来怎么样？我还有2年毕业，你还有1年毕业，咱俩将来呢？我跟你回浙江还是在天津，我们有个落脚点儿。我现在才刚起步，我也不能给你那么多的东西。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安排长了以后它会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知道吗？所以你总觉得会变，你不去面对它，那咱俩是不是有可能变呀？我问你，你对他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你需要什么？我想知道他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也自己也就是问过一些同行，运动员挺辛苦的，保持体力也挺难的，练成这样挺不容易的。但你真的想一辈子就用这身肌肉养我吗？难道这不可以吗？他如果未来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这意思吗？对。OK， 好，你打算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吗？我很热爱这个行业，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这个行业收入很高啊。你觉得你的行业中的诱惑你能受得了吗？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顶得住这些诱惑。当中，你能把我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我永远把你换在我心里，难道还不可以吗？心里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能知道你想什么呀？短信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别人的短信。我们都这么久了，难道还需要每天在意这一条短信吗？在乎，我在乎。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自卑，你知道吗？心放宽一点好吗？好吧，我来问4个问题。第一，现在每天靠什么来联系？电话。每天都有电话吗？不一定。谈恋爱期是吧？一周看几回电影，或者在一起吃几次饭？没看几回电影，吃饭的话也是偶尔。特殊的日子会不会送礼物给女朋友？这个会。你还记得咱俩在一起是哪天吗？我知道啊，3月14号。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吗？知道，8月15号。这不都知道吗？我真的把你放在心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呢？对不对？还有，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为了你，我要扛很多的事儿。扛什么事儿？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有时候问我，你男朋友哪儿的？我说浙江的。那你们将来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他现在还在上学嘛，然后我得让他上完学，我准备把他带走。带哪儿？因为北上广相对来说对我的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有什么想法他从来不说，你知道吗？现在还这么早，你现在说那个有用吗？不是咱俩沟通，就是咱俩商量。很多东西都在变，你说你现在沟通有用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好不好？那你觉得沟通是没有用的是吗？那咱俩相处的意义还在哪儿啊？那就分手吧，长痛不如短痛。你们看到问题所在了，应该听听专家老师们的看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跟女孩说几句，你现在状态啊，就明显的就是安全感缺乏的一种状态。对。焦虑、不安、恐惧、多疑，对，导致了你们这爱情的自由空间严重的被侵蚀了。所以我就特别累。你是有自己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一个婚恋相处的模式一定是工作式的平等的，而不是一味的汲取。另外一个就要付出，同时要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干涉他的事业发展大忌。我有时候理解他，但是我有时候有点故意的，有时候就希望他能稍微重视我点儿。我相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接下来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还有你有2大问题。第一，沟通。爱他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你不是说我做了，然后他一定会看到了并不一定理解。如果这会儿还不沟通的话，那就问题就越来越大了。一个缺自信，一个缺很好的沟通方式啊。周老师，参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你们恋爱的开始这个认识的过程，你认可吗？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我们俩是这么相识，然后这样在一起。所以你很担心他因为有这种原因，然后跟其他女孩子也会因为这种原因而相识相知，然后并且他们也会相恋。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开端秉承怀疑的话，我们就可能投射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就会认为他就会在其他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跟其他女孩子恋爱。如果仅仅是因为你怀疑他的一个真心的话，你要做的事情是跟他进行更好的沟通，而不是一味去猜忌，都是怀疑。如果你所有恋爱都是猜忌和怀疑的话，那这个人即便他再可以让你信任，他都让你信任不了，你很难受，他也很难受。而对于阿坤来讲，参参是本身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害怕怀疑，所以他更希望你能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可能就是时间。我们做一个人生短期的规划。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变化太大了，根本就人为没法控制这些东西。可是你刚才也给了一个概念啊，你说未来北上广深可能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范围，但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给过他。北上广这就一下就3个城市了，对不对？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得但至少不管在哪一个城市，你是不是给了一个范围，说我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们不会留在天津，我可能也不会回到我老家。难道仅仅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他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人，那你就要针对他的计划来给他一个罗列。杨老师，你看到什么了？小伙子阿坤啊，练健美，你练这种项目，其实你想展现什么？成本很高。就是展现出我很专业，因为我需要靠我的外表去，就是说，去让别人相信我，你在我这里训练能达到最专业的训练效果。你展现的是你的肌肉美，当你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很享受这个，所以你现在做健身教练，刚才你几个这个学员上来之后呢，你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这种感觉。对，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你觉得你的力量之后，你觉得我很美。其实我倒认为他从内心不见得去对他们会有什么感情上的东西。这种因为他们认可我，这就是我的追求。对，这也是你的一个问题。
你因为你太过享受这个了，你把这个已经带到你的24小时了。你要是心里有他，有你的女朋友，那么你在平常回去的时候应该多照顾一些。回家之后，我建议你把手机关了。但是这个行业必须得就是说，你总是这样放不下你的工作。这个行业不包括你健身房以外。对。我就是感觉女孩子可能是怀疑心过重了，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自卑，我不相信自己。我觉得她现在是越来越完美，挣钱，然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我呢还是个学生，就她说的变数很多，所以我是觉得她就算能挣钱，却给不了我一种安定感。我觉得以前想要那种光环一样，或者说他外形很好，或者他能挣钱，能给我一种有一些物质上的一种安定。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虚无，特别形式，所以我觉得我俩就距离越来越大，我觉得有时候挺痛苦的。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我好像所有人都感受不到你这个标准，可能也包括他。我觉得你放松一点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对，你就想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别顺杆而爬。我跟其他的4位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男人赞美自己貌美如花，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女人赞美自己刚强伟岸。但面对赞美，同样是赞美，男人不如女人淡定；同样是诱惑，男人不如女人能够把持住自己。这是我的见解。很显然，诚如男生在 VCR 当中所说的，我的身边有很多诱惑，他自己也承认是诱惑。而且从资料当中所看，他与自己的客户之间的短信内容的交流、电话内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业，摄入了对方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显著的问题。这就是我最不能忍的地方。还有一点，男方沉默。男方的沉默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不光是事业，还有感情的不确定。他对感情是不确定的。男方始终强调说，你纠结那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它一直在变呢。但是夫妻之间不有商有量，怎么可能是夫妻呢？女人要的是态度，男人要的是效率。你认为我说几句话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说；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你也没有必要纠缠。但是他毕竟比你大1岁，他考虑将来的方向，他考虑将来的生活，你就跟他聊一聊又怎么样呢？你能穷尽心思的投其所好的跟你的那些所谓的女客户谈一些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以争取他们成为你的客户，成为你的衣食父母。为什么对待自己的女人就不能耐心一点的说一些你不喜欢说而他喜欢说的话呢？那么我想跟女方说的一点是，有3点你是无法改变。第一，你年龄比他大；第二，他所接触的女客户无论是气质还是长相都比你漂亮；还有第3点，他不可能不做这个行业。健美工作已经完完全全占据了生活大部分的时间。他为什么呢？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要是花1个小时跟你唠那些没用的生活里的家常，不如我花这1个小时跟我的客户去谈一些生意回来。我要挣钱养家吗？但是在挣钱养家的过程当中，这种价值观的错误很有可能让他经受不起这种诱惑，而你确确实实也有过多的猜疑。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基于3点不可改变的事实，你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女人，那你就做下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就不要一天到晚歇斯底里，你痛苦，他也痛苦。5位老师的话里面，王老师的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我也觉得灿灿好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你失去了自信、自我的否认，都不知道自己哪儿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没有爱情都不重要，可能世界都坍塌了，你要重新来过了。而那种盲目的膨胀和盲目的自信，其实比没有自信还要可怕。都过度了，2位，想明白，想明白，好多事儿就解决了嘛。好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好多话我一直在心里，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自己都有点不敢面对。以前我是一个挺自信、挺阳光的人，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也发现咱俩共同点挺多的。
但是现在我因为你越来越优秀，我就越来越自卑了，觉得我再怎么锻炼也不如你的女会员。有时候我想跟你说说话，我想问问你怎么样过的，然后你有时候不知道心情不好还是觉得我比较多疑，你说一句你不懂，我觉得好伤心呀。有时候我也都在怀疑我有没有必要坚持了，真的我很累。其实你总说我身边充满诱惑，其实这诱惑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你说我跟你沟通少，但是有时候你老纠缠于一个问题，我们就聊不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静下来，认真的聊一聊。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好吗？没了，请亮灯。请回吧，请回。来，请关门。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他们俩的这段感情吗？女孩子这么没有安全感，男孩子又如此的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来，请选择。现场有84.38%的观众朋友反对他们走在一起，这只是你们的观点和态度，他们自己会做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5、4、3、2、1，请开门。为什么他会没有上来？他没信心了，他没自信，他走了。本来我是想让他见证我们在一起，可是你居然走。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大力水手，收下他吧，我真的喜欢。今天都到这份上了，你能不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呀？真的，我最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那些只是工作。那你答应跟他结婚呢？你答应啊？你说得出口吗？你敢吗？收下好吗？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们还是从朋友开始做起吧，因为我觉得咱俩现在欠缺的东西太多了。那收下他也不行吗？